大家好，今天来到雅马河。前段时间雅马河的低温期基本也已经过去，因此在雅马河低温期已经过去的情况下，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高一点的温度下。最适合的一个钓鱼方式，其实还是常规的晒竿。那由于亚马河本身晒竿需要一个比较远距离的抛投，它的整个抛投距离一般在35米左右。那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使用的晒竿。同时，由于这里的水流流速很快，因此的话，在整个晒竿的使用上，我是更倾向使用单根晒竿。为此的话，我又斥巨资赶紧去买了一根最顶级的晒竿。也就是钓鱼档当中一个晒竿选项当中最贵的那一根晒竿。这个晒竿的话，大概是15000银币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好像是这个数字吧。基本也是在海图或者说是在20图来购买。那这根晒竿的话，本身是技能竿，相对的话，增加的一些技能会更优于蹲心这一方面。那在这个点位的话，晒竿一般是比较正常设置的深度在1.5米，或者说是1.8米这种情况。也就是150厘米，或者说是180厘米。前阵子的话，赛哥在这边开口是有不少帖子在说，使用180厘米的鱼口会更好一些。那这一段时间的亚马河晒竿钓鱼，我也是做了一下基本上的测试。我个人感觉的话，150厘米或者说是180厘米的差别并不是特别大。如果非要说的话，应该是说180厘米这个深度，它的鱼口衔接会更加顺畅一些，就是很少发现那种比较长时间的停口的现象。但你要说鱼口快的话，其实二者差不多。就快的时候，晒竿整个鱼口都是非常快的。那同时的话，这一次我也是测试了一下整个鱼钩的型号，大概从1号鱼钩、2号鱼钩跟4号鱼钩这种情况来测试。那鱼钩比较小的话，使用4号鱼钩，明显的鱼口会更快。1号鱼钩是最慢，但我觉得如果是兼顾搬桩跟蹲心的话，更推荐的使用是2号的鱼钩。相对而言，二者的整个优势都能够顾及得到。就正常来说，使用2号鱼钩，即使是银币收益上跟使用4号鱼钩的差别其实都不大。但如果说是想要避免遇到大马哈鱼的话，其实晒竿是在亚马河唯一的一个方式。当然，就是代价就是大龄马哈鱼的整体
鱼口基本在晒竿上是很难见到。大鳞的话，还是需要使用路亚的方式进行捕钓。那整体的话，鱼口的话一般是白天口，这个地方比较特殊，晚上是基本没有口，但其实晚上的窗口期也不长，它的窗口期就是晚上0点到凌晨的4点，这个期间是基本没有鱼口。那剩下的时间的话，鱼口相对是比较平均。清晨到中午这个时间点的话，鱼口是最好。我也是大概做了一下测试，就如果说是单纯只想在亚马河玩晒竿的话，也可以选择完全忽略掉晚上没有口这段时间，直接只取白天的时间点来进行钓鱼。同时，亚马河这边的小石口也是非常严重的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建议晒竿每天来这边钓个1到2个小时，差不多。时间再长，其实在这边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我这边是大概分了2段的晒竿钓鱼的整个情况，然后剪到了一起，所以但就是说，每一段的整个钓鱼时间我是不超过2个小时，就大概是2个游戏的白天，1个游戏的晚上这种情况。那晚上的话，因为鱼口比较少，所以基本上也处于一个摆烂的状态。白天的话，鱼口相对比较多，会更加集中一下精神。那在这边晒竿钓鱼的话，一般大概这个时间2个小时以内的收益能达到1000银币，属于是比同样在这边使用路亚进行钓鱼的话会稳定的多。路亚的话，因为受到它的鱼饵的限制，怎么讲呢？因为鱼饵如果没有测试出一个爆款的尼饵的话，路亚在亚马河的收益会相对比较不稳定。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在于本身大马哈鱼的数量偏多，比较常见的大马哈可能会占比在40%以上，甚至会达到60%到70%。那整体路亚的收益只能靠大鳞来撑起来。这种情况下，一旦大鳞的整体的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，它的整体收益就比较低，就非常不利于搬砖这种情况。敦星大鳞的话，相对还好一些。因此，其实，在亚马河更推荐的整个钓鱼方式还是使用晒竿。而且在这边我使用单根晒竿的话，其实效率不会太低。虽然这边的鱼相对都是肉食性的掠食性鱼类，它的整个咬口会相对比较重一些，脱钩的现象会有。这种就是咬口咬得比较轻的话，它脱钩现象会多一些。但是在亚马河这边的鱼类，它咬口都比较重，所以用晒竿打的时候，其实失误率是相对比较可控的。
第一次来到鱼市这边，看一下整体的收益。这里有1100银币，相对还是比较高的。主要这里的鱼类好的鱼种相对会比例提升很多。后续继续加速一下视频。第二次来到鱼市，那第二次钓的鱼相对会比较少一些，使用的时间也相对少，但是也达到了910银币，在收益上还是相对可以。